看明白美军的 X-37B， 就能理解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价值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中国的一架可重复使用的实验航天器在轨飞行了276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点着陆。这架航天器是去年8月15日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按照官媒的说法，此次试验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虽然中国未公开这款航天器的外形，但是基于其使用运载火箭垂直发射，然后在外太空长时间活动，并且最终通过滑翔的方式降落在机场，应该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款无人驾驶航天飞机，而不是空天飞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空天飞机是依赖自身的动力，可以在机场上起飞和降落的，而航天飞机往往需要用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返回时采用无动力滑翔状态降落，两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也就是说，空天飞机是带动力的，而航天飞机是不带动力的，它只是一架滑翔机。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这种天地往返模式的还有美国的 X-37B。 这款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经常也被媒体称为空天战斗机，主要是因为其外形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能够达到音速的25倍以上。而更重要的是，这款航天器是归美国军队使用的，所以我们理解中国的这款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既要从和平利用太空的角度来看，也要从潜在的军事价值的角度来看。如果用于和平用途，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可以用来检验种子和电子材料在宇宙辐射状态下的影响效果，可以投放小型卫星，可以携带维修和能源加注设备为卫星延寿，可以携带机械臂执行抓捕太空垃圾等任务。其主要特点是在轨时间长，而且相对于普通的卫星，其变轨能力也很强。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种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一般拥有1-2吨的载荷，这就为在轨作业创造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去年，中国的实践21号卫星靠近了发生故障的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并抓住了它，然后拖入所谓的坟墓轨道。当然，这次试验也向外界展示了压制对手卫星的一种能力。美国私营的太空服务公司表示，其数据显示，中国的一架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在轨期间多次以一个单独的轨道物体对接，或以其他的方式捕获了一个物体。当然 X-37B 既然归美军所有，其最大的战略价值还是塑造美国的太空战实力。X-37B 与中国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服役的时间更早一些，其在2014年返回时在轨674天，而在2022年返回时在轨时间达到了908天，再次打破自身创造的记录。X-37B 项目成为美国的最高机密。关于这款无人驾驶航天飞机的太空任务，其机密等级在美国军事项目中属于最高的。人们猜测该机的具体军事用途可能有这么几种：第一，破坏对手的在轨战略卫星，比如大型通讯卫星和各类侦察卫星，它有可能会携带光学、雷达等侦察系统，以及反导或者是反卫星导弹武器，其打击敌方卫星的能力远远超过地面上升级反卫星导弹，这一点比较重要。第二，有人猜测美军有可能直接在 X-37B 无人驾驶航天飞机上部署核弹头，成为核大战时的非对称打击平台。第三，外国媒体透露，美军有可能在 X-37B 上部署金属棒，这种金属棒又被称为上帝之杖，其发射的武器向地球发射后再入大气层的速度很大，几乎无法拦截。
当然，使用这种武器的成本效益并不高。美国方面声称，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上帝之杖的测试和部署，对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第四， X-31B 可以跟踪和监控敌方航天器的活动，收集对手的卫星情报。第五，它也可以作为侦察卫星使用，执行某些秘密任务。据称 X-31B 能够在任意的时刻飞到任何地方，并且在其上空进行部署，从而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对中国来说，研制可重复使用的无人驾驶航天飞机，主要的用途还是民用。但是从中美竞争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军事战略安全的角度分析，美国有的，中国也要有。我们反对太空军事化，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受到美国的太空军事霸权的讹诈。何况我们未来在发展天地往返运输平台的问题上后劲十足，特别是在开发新型的高超音速动力装置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研制未来的高超音速的空天飞机方面，中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到那个时候，美国人的心态就有可能从骄傲变成焦虑。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